6岁这年，我父母战死，陛下领着我见众妃，问我喜欢谁。珍嫔嫌我受了惊吓不会说话，委婉道：臣妾已有一子，喜欢清静的淑妃很直白，小孩烦。陛下又看向皇后，她还没说话，身后的小太子惊恐拒绝。他去年回京还打我，不要。我面无表情，在纸上写字，拿给陛下看。就他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小太子李仲策如遭雷劈，他往皇后衣裙后面躲，探出个头，委屈的眼泪都快掉下来。父皇，他凶。我沉默地想，去年确实打过他。父亲回京述职，家中马厩恰巧有一匹小马，我便牵着它在街上遛弯。有个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瞧见，跑过来问我能不能卖给他。我说不，他手痒偏要摸，被小马撂蹶子踹翻。他身边的家丁吓得魂飞魄散，上来搀扶，或许是痛狠了，他骂这马是小畜生。边关长大的小孩大多不是善茬。我笑得友善，你若喜欢，我牵着让你摸就是了，摸不摸？他好了伤疤忘了痛，忙不迭点头，眼睛都发亮，摸。家丁没防备，真让他自己上前来了。人刚到我面前，就毫无防备的被当头一拳砸在了脸上。他鼻血横流，两眼一翻倒了下去。后来我才知是太子。父亲带我入宫请罪，陛下蹲在他面前，认真看了半晌，然后笑得腰都直不起来，还骂他：你抢人家的马，不打你打谁？李仲策哭得惊天动地。再后来，就是我随父亲回边关，今年只有我在守城之战里活了下来。我落到了人家的地盘上，才1年过去，显然陛下也还记得事情始末。他蹲下身，笑眯眯地摸了摸儿子的头。那你记得这顿打怎么来的吗？李仲策想告状，脱口而出，越说越心虚，最后低下头，臊得满脸通红。陛下善待功勋之后，把我给了皇后养。多个孩子，并非只是多张嘴的事情。皇后娘娘意识到我比爱闯祸的太子更难搞，是在我来到长春宫的第3日。这天夜里下了很大的雨，秋雨往往与雷声并齐，像是要把天都撕破。风吹开窗，烛火哗然熄灭，恰逢惊雷惨白的光将整个殿内照亮。我滚落在地，跌跌撞撞的赤足往外跑，咣当撞倒桌案。雨声消失了，只剩下漫天遍野的血色。厮杀声在耳边响起，有人在叫我的名字，叫我快跑。我拼命爬起来往外跑，却被一只手紧紧抓住。我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从嗓子里发出模糊不成句的惨叫，直到被人抱在怀里，温暖的被褥将我裹住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睁开眼，窗户被人关上了，身后也没有人拎着滴血的刀刃追我。烛火昏黄，我被皇后娘娘用被子紧紧裹住，抱在怀里，她像哄襁褓婴儿似的轻轻拍着我的后背。李仲策坐在脚踏上，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手，很安静。我茫然地眨了眨眼，又在皇后的怀抱里沉沉睡去。第2日一大早，皇后娘娘就让人将我的东西搬到她的寝殿，2张床榻只隔了一道屏风。我攥着纸笔，抱着裙摆坐在门阶上，看着婢女们进进出出。李仲策从外面玩回来，热烘烘地往我旁边一坐，整个人似乎都冒着热气，在肃杀的秋日里格格不入。母后只是可怜你，你不许抢我母后，听到没有？他装作恶狠狠的样子，虚张声势。我低头在纸上写东西，朝他勾了勾手。李仲策知道我不会说话，饶是要找我麻烦，也只得凑过来看我写了什么。等他靠近，我毫不留情的抬笔，在他额头上点了个黑印。记吃不记打。李仲策像不小心跳上岸的活鱼似的，嗷的一声蹦起来，摸到自己满头的墨，当时气急败坏，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搜肠刮肚的找词骂我。可惜平日里太傅教的小太子满肚子知乎者也，从来没有人敢在太子面前用难听的话骂人。他没学到一星半点，想了半天，涨红了脸，支支吾吾地骂出一句：你个卑鄙小人。我咧嘴一笑，或许是鲜少碰到我这样给他苦头吃的人，李仲策气不过，爬起来就跑，看方向是去找皇后娘娘告状了。我无动于衷。晚膳是皇后娘娘陪我们一起吃的，李仲策时不时得意地看我一眼，
又往皇后身边靠。他告了状，等皇后娘娘为他出头。于是在皇后叫我时，我心中有种果然如此的平静。祝和，你今天把墨水点他头上了。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，我低着头，想起昨晚做噩梦时被人抱在怀里的温暖，莫名有些留恋。1年前我打了太子，现在寄人篱下，又往他脸上点墨。皇后厌恶我是应该的，我本来就不是他的孩子。那天陛下让我选，我一眼看见了太子，偌大京城里我只见过他，因此鬼使神差地选了皇后。他若是直截了当地对我表现出厌恶，那我们自然可以井水不犯河水，就这样相处下去。可昨晚的举动又让我不太确定了，他对我好，是真的可怜我，还是为了抚养遗孤的贤名才装出来的？自失去父母，我便害怕起了这些分不清的感情。要厌恶我便直白些，何苦让我把虚情假意当真，平白伤心？我点了点头。皇后看着我，出乎意料的没有责备，只低头问李仲策：“那你呢？为什么和祝和吵架？”小太子万万没想到母亲是带着答案来问的，脸上是藏不住的心虚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扯着他的袖口。饭桌上我和太子谁也没说话，他的目光扫视一圈，拉回了自己的衣裳。李仲策，你说祝和找你茬，莫名其妙往你头上抹墨，我记得他只有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才会用笔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李仲策浑身一抖，眼看混不过去，他一咬牙和皇后撒娇耍赖。母后，我也没说什么呀，那我和祝和妹妹道歉。皇后瞥他一眼，李仲策心领神会地凑过来，把自己喜欢吃的菜都夹到我碗里，心痛道：祝和妹妹，我喜欢吃的都给你，你不要和我生气了好不好？我预想过很多情况，唯独没想过皇后会让李仲策为这种小事和我道歉。小太子是被惯大的，撒娇很有一手，把爱吃的都给我，又蹭到我身边，眨着眼睛看我。我手足无措，连在纸上写字都有点抖。不气，他这才满足地坐回去，被皇后斥责一顿，又来道歉，仅仅是被原谅，下午那点气就已经忘到了脑后，像个傻子似的。我咬着筷子，小心地抬头看皇后，她笑眯眯地盯着我，似乎早就知道我会偷看。我连忙低下头，心口震颤。我知道她可怜我，但只要这点可怜是真的，也就足够。无人知晓的安心就此扎根。皇后娘娘寝殿里的屏风放了1整年，刚和她睡一起时，我夜里仍会惊梦，醒来看到她困得不行，坐在我旁边眯着眼打盹。渐渐的，竟然真的没有再梦到过那样可怕的场景了。7岁从她屋里搬到偏殿时，李仲策酸溜溜地刺我几句，终于不做噩梦了。我还以为你要在母后寝殿里赖到10几岁呢。这时我已有能重新说话的趋势，憋了半天。他抱着书要出门，也不由得停下来听我要说什么。他侧耳倾听，我一扯嘴角，终于憋出一个字：滚。他好奇凑过来，就得了这么个字。李仲策笑嘻嘻的来，气冲冲的走。同一招被骗3次，走的时候驴脸拉得老长，就是不长心眼子。陛下宽仁，不忍见幼子独身外宿，李仲策要大一些才会搬去东宫。于是我和李仲策便一左一右的各自宿在长春宫的偏殿里，入寝如此，用膳如此，就连平日里有意见不合时，也隔着皇后娘娘拌嘴。他说话，我写字，直到他冷着脸一拍桌子，言简意赅：你俩再吵，都滚。我和李仲策大眼瞪小眼，咬牙切齿地闭上嘴。陛下时常来长春宫探望，怕我历经当年守城之战留下阴影，也怕我因此彻底失语，他不好和我父亲就不交代。不论如何，遗孤得活得好好的。起先他还担心我一蹶不振，后来几次撞见我和李仲策这俩性格不合的人，说着说着就吵起来。李仲策小时候是个脾气好又没心眼的，3天2头被我气得要找绳子把我俩吊死在一块儿。我一边吃着太医的药，一边缓慢恢复说话的能力。和他吵架有些结巴，不妨碍在纸上写得飞快。李仲策气红了脸，连自己会说话都忘了。两人头对头地坐在一块儿，用同一块墨，同一张纸，抡着笔写字，只能看见个虚影。纸上已经被骂过很多轮了。陛下沉默，
问皇后，阿策也被带得不会说话了吗？这话把皇后也问沉默了，她远远地叫李重策。气急败坏的李重策几乎要忘了自己其实能说话，沉浸在吵架中，抬起头要鹰。或许是气疯了，张嘴就呱了一声。院内一片死寂，我低着头，肩膀抖个不停。李重策羞愤欲死，像个牛似的，一头把我顶得从椅子上翻下去。就这么吵吵闹闹的磨合了许久，我磕磕绊绊也学会了重新开口，不再结巴。7、8岁的孩子正是闹腾的时候，陛下嫌我们烦，指了太傅的独子岑然给我们做伴读。他比我们大几岁，是沉闷的小古板。每每见李重策不好好做功课，反而带着我到处招猫逗狗，都要皱着眉头制止。若制止不了，便告给他父亲。太傅板着脸罚我和李重策抄书，抄到最后头晕目眩，恨不得把岑然也套麻袋打一顿。可惜此人比我还不好招惹，是个文武双修的刺猬，碰一下都扎手。在无数次试图折腾岑然，却被他闷不作声收拾一顿后，我半死不活地趴在桌上，识时务地改口把岑然叫哥。他撩开我额头被汗浸透的头发，又像摸小狗似的挠挠李重策的脑袋，就这么往地上一坐，微笑起来。忘了说，我与我爹不一样，等到了年纪是要去从军的。我捂着被打青一块的脸，翻身倒在地上，躺在他旁边，无言以对。被陛下骗了，他说岑然是个文人来着，原来是专门收拾我们的。失策！李重策扑通倒在我旁边，有气无力，双眼发直，俨然是叫岑然打服了。有了岑然，长春宫才算安静许多，皇后娘娘的耳边也不再成日嗡嗡叫了。这一年的开春，皇后娘娘有孕了。宫中子嗣不兴，李重策是长子，后头只有2个年纪很小的弟弟。陛下极其看重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。皇后娘娘脾气变得好了许多，她常坐在院中给未出生的孩子绣东西，我和李重策就坐在旁边眼巴巴地看。绣品精巧，是孩子的小肚兜。我忍不住用手比了比，不由得想这个孩子出生会有多小。就连一贯活泼的李重策都不再胡闹了，每日功课做得极好。下学就直奔长春宫，给岑然省了很多事。皇后给孩子亲自绣了许多小衣裳，还有其他妃嫔提前送来的贺礼。我一件一件看过去，忽然发现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送的。和李重策一合计，决意给未出世的孩子扎个秋千。可惜书本上学来的终究浅薄，在第3次失败后，岑然看不下去了。他扎起袖口和裤脚，终究比我们俩年纪大一些，也心细，指挥着我们搭秋千。叮叮当当敲了3天的木头，总算在长春宫扎出一个秋千来。我心悦诚服。春风吹落杏花，掉在秋千上，白色花影拉得很长。等日光再照回来时，杏花已去，满地华盖。小公主降生在今年的雪夜，她皱巴巴的，吃了奶睡在皇后娘娘身边，只看得出睫毛很长，鼻梁很高。李重策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她的小手，惊喜道：我有妹妹了。皇后娘娘莞尔，也拉起我的手摸了摸小孩的脸，你们俩都有妹妹了。我抿唇笑起来。陛下很喜欢小女儿，平日总抱着走来走去，想了2天，决定叫她静书。多了个妹妹，我和李重策就没精力去到处闯祸。岑然很欣慰。然而等他被我们带到长春宫，抱起小小的静书后，他连自己亲爹的授业都敢逃。与李重策不同，静书很乖，他哭闹都是小声的，也很好哄，只要抱起来拍一拍，很快就收回了眼泪，睁着眼睛到处看，从不折腾照顾他的人。等稍大一些，学会了说话走路，就已经能精准地认人了。不论是我还是李重策和岑然，都没有叫错过。连李重策这个混球都能被哄得眉开眼笑。皇后娘娘还笑说，有了我们，旁人都快没有用武之地了。小孩子长得很快，轮到自己时没什么感觉，然而看着静书一天一个样，我才有几分恍惚。原来我已经死里逃生了那么多年。太子李重策自从有了妹妹，也不好意思每日在外头闯祸捣乱，否则静书问他今日做什么去了，他要羞个大红脸。就这么突然地走上了正道。我与静书跟着太傅，除此之外，皇后娘娘很乐意让我们学一些自己喜欢的。
岑然常和我待在一块儿，她招式漂亮，难得勾起我幼年在边城时的记忆，便央着她教我。我长这么大了，也不再闹她，岑然拿我没办法，只好教我。好在习武和功课一样也莫落下，她才没对我横眉竖眼。静书5岁时，岑然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有一天忽然来说她要跟着去参军了。这一年，岑然17岁。皇后娘娘怅然若失，这些年我们都在一块儿，也都在她眼皮子底下长大，她一个也舍不得。孩子终究是要离开长辈的。岑然是我们4个人里走得最早的一个。他参军离京这天意气风发，带着我们送的行囊，跟着队伍浩浩荡荡远上西北。这天晚上，连一向内敛的静书都流露出不舍来。他半夜爬上我的床铺，咬着手指小声哭：“何姐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岑然哥哥？”岑然是去参军，归期未定。我绞尽脑汁才想出一个不会伤孩子心的说法。我睁眼说瞎话，等你长大了，和岑然哥哥一样厉害的时候就可以了。静书再聪明，也只是个5岁的孩子，被我忽悠得找不着北，最后也不哭了，嚷嚷着明天就要去学岑然哥哥会的那些招式。小孩的话总令人啼笑皆非。我是第2个走的。静书生辰这天，外祖进了京。当年边城战乱后，我被送到京城，他彼时有差事奔波在外，尚未踏上回京的路，得知女儿身死，多番来信问我近况。好几年后回来，我已经彻底熟悉京城，他也不好带我走。这些都是皇后娘娘告知我的。她还说我母亲英勇无畏，正是因为出身将门，是外祖亲自养大的女儿。踏进殿内前，我深深呼出一口气，胸腔内似乎有什么东西震颤起来，久违的有些害怕。自出生我就一直在边城，没与他见过面，不知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会不会喜欢我。然而见到外祖的第一面，我心中再也没有这样的疑虑了。他年过半百，鬓发半数斑白，多年在外奔波的肃杀之气沉积着，看见我却柔和了眉眼，仿佛透过我在看没来得及见最后一面的女儿。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武将总没那么多缠绵悱恻的话，但我也没想到他那么直白，做贼似的往外面看2眼，见没人这才坦言。一切都好，陛下娘娘对我都很上心。他点了点头，看我这做派不顺眼，问2句罢了，你父母忠勇，朝廷善待你是应该的。若是连这2句都交代不过去，这天下还有什么人肯为朝廷打仗？我哭笑不得。外祖看起来很忙，仅仅与我说几句话，外面的人就催了几次，他只好舍弃那些准备好的讣稿，开门见山。我专门腾出时间来京城，是因为官职调动，即将外放宛泽，那边山高天阔，是个好地方，等我走的时候带上你。我茫然了一瞬，这也没问我啊。眼看他老人家已经在规划以后哪片草地适合放羊，哪片草地适合留孩子，我连忙打断：外祖，你和陛下说过了吗？他皱眉：我家孩子，他焉有强留之理？说到一半，他回过味来了，吹胡子瞪眼：是你这崽子不想跟我走。看他的反应，我知道他没开玩笑，认真考虑了一下。其实留在京城也没什么好的，功臣之女多半是等长大后封赏县主或郡主，再找个家世不错的人嫁出去，后半辈子富足无忧，便是活着的招牌了。一个立着给将士们看的招牌。我抬起手，看到自己常年习武留下的茧，很难想象这双从边城血海里浸泡出来的手，将来会连习武的茧都消失殆尽的时候，京城外又是什么样子的？瞬息之间，我脑海中已经闪过无数想法，斩钉截铁地下了决定。想，有了这句话，外祖总算眉开眼笑。他风风火火，不知怎么说服的陛下，第3天就已经打理好一切，带着我快马加鞭去赴任了。知道我要走的只有陛下和皇后，因赶路要轻车简从，给我准备的东西大多用不上，只好让人带些实用的去。少年人总对离别敏感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李仲策和静书说。于是第2日夜里，和外祖一起趁夜走了。刚到宛泽，就收到了李仲策的信，几乎是前后脚。果不其然，他把我大骂了一顿，这次骂人的词儿多了，叽里咕噜在我脑子里转了3圈都没带重复的。
外祖没骗人，宛泽着实是个好地方，青山绿水，田野一望无际，来往的都是朴实的农户。天地宽广，足够一个12岁的孩子在这里慢慢长大。唯一不适应的，大概是外祖的严苛，他与母亲都是寒霜朔雪里淬炼出来的刀锋，见不得我在京城养出一身软骨。知道我肯与他来宛泽，是不愿走陛下给我划定的那条富贵路，既要走母亲昔日的老路，便不能留守。于是白日盯我练武，休憩时便饶有兴趣地带着我下田去和农户讨教。他是个好长辈，也是个好官，春夏冬都不曾松懈对我的教导。秋日时才能让我休息一季，不过所谓的休息，便是带着我和手底下的士兵下地，灰头土脸跟着农户早出晚归，帮他们秋收。秋忙之后，到了夜里，大家互相对着一看，被晒得连谁是谁都分不清楚。从前在京城，皇后娘娘联系我，难免养出我一些娇惯的毛病，挑食更是常有的事，这在京城大概都不值一提。可在宛泽，收完粮食之后，还得下地一次。黍麦会掉在田地里，看着少，但收完又是一袋。农户本就指望着这点收成过日子，半点都不愿意浪费。我跟着外祖和一群年轻的士兵在地里弯着腰，从早上捡到天黑，晚上回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只觉上半身在地上爬，下半身还在田里。吃晚饭时，再看到桌上的饭菜，四肢处处来之不易，便再也没有挑食的坏毛病了。我在宛泽收了4年的麦子，人长高了，肩也更硬，凡他带兵出战，必然要带上我。年少轻狂时挨过不少刀，等疼了就知道下次怎么才躲得开。筋骨淬炼出了韧性，民生一字才算粗略品出浅薄3分。4年里，时常收到李仲策和敬书的来信，就连远在西北的岑然都时不时给我们来信。他如今已经混出了名堂，在边关打了不少胜仗，升了又升，正得重用。字里行间没有当年从京城离开时那样的狂气，到处处沉稳，如树根深扎地底似的可靠。各奔东西，前程都还算不错。敬书出生在冬日，我总爱屋及乌，难免对这个季节多出几分喜爱来。但今年的雪却叫人直皱眉。冬夜天黑的早，我拎着一盏灯，艰难在大雪里跋涉，马早进不来了，只能靠人走出一条路来。怕雪压他农户家中屋舍，我和几个士兵正在就近的村落里巡查。然后等我一回头，刚刚硬生生趟出的路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我呼出一口气，心口被这场雪压得发沉。等回到城内，外面的雪已经堆到了膝盖，我冻得浑身发抖，手指僵硬的难以握住灯杆，钻进帐子迎面被热气扑鼻，总算活了过来。外祖也还没睡，他白日刚带人剿了一伙山匪，身上甲胄还附着霜，和血凝在一起。我将最近的异样告知他，眉头皱得更深了。今年天气格外反常，似乎一整年来都没怎么下雨，热得浑身乏力。年底还突兀的早早下这么大一场雪，现在才10月。宛泽向来是仓廪丰实之地，今年收成都减了2成。外祖伏案细细看过这些天的信件，又问了我几句大雪的情况，忽然有些不安。历年来此地的粮多往外卖，但他却抬头嘱托我今年要囤粮。我隐隐从他沉重的神色中看出几分端倪来。回到自己屋里也辗转反侧，夜里听到风雪呼啸，便更睡不着了。这场雪前所未有的大，天高地远路难行，外面的消息也传得慢，等信使风尘仆仆地赶来，关外已经起了战事。我听到定州，心中咯噔一声，正是岑然从军之地。今年雪下的大，不光我们难熬，关外48部的牛羊更是成群死去。定州极寒，地处边城，和以游牧为生的48部就隔了几座山，没有吃的只能来隔壁抢，为了粮食进犯边城，打得不可开交。而今年天气怪异，加之关内大雪，粮食上处处捉襟见肘，两边都难熬。外祖清点宛泽各大粮仓，好在他提前下令囤粮，不至于令宛泽熬不过这个寒冬。我们守住1亩3分地，外面战火连天，连关内的宛泽都戒严起来。岑然的信越过万水千山送到宛泽，没了从前家书那样问候的口吻，字迹潦草，匆忙为之，
只仓促告诫我尽可能囤粮。外祖的眉皱得更深了。每日我照常带着守卫四处巡查，眨眼到了年底，雪几乎没有停。走在城墙上往下看，常年天气晴好的晚泽放眼望去全覆了白，恍然间竟像我儿时住过的边城。我极目远眺，忽然瞧见一个黑点从雪地里策马疾驰，渐渐靠近。守城士兵将人拦住，这人的脸冻得青白。被送到我面前时，我才认出是京城的信使，每年为李仲策和敬书送信的就是他。看见我，他嘴角蠕动，只剩下灰败。他声音很轻，落在地上，却重地凿穿了整个关内的平静。京中有悲讯，急召老将军，是国丧。外祖轻易不能离晚泽，他亲自巡查各大粮仓，留下足够晚泽百姓熬到明年的粮，余下的拨出来，让我押送回京，以解定州之困。送我离开前，只道转告新君，晚泽有的都给了。恰逢国丧，定州危急，接下来恐怕就是京城筹粮，要搜刮各处了。我从小与李仲策一起长大，信他做事有分寸，外祖担心新帝罔顾民生，那种事情不会出现，但事情沉沉压在心头，我说不出让外祖别担心的话。马蹄踏过白茫茫雪地，我应召急行，彻夜不休。4年过去，京中没多少变化，变的是人。陛下是倒在书房的，自入冬以来，他萧役干时。定州围困，与48部僵持了多久，他就殚精竭虑了多久。前些日子病重也没歇下，忽然在某天批阅奏折时倒下，就再也没醒来了。李仲策成了新君，风雪吹来落在廊下，我满肩披白，随太监入殿，抬起眼，先瞧见了帝王垂落在眉眼前冰冷华贵的12面流，满身肃重威仪，几乎在我们之间画出一条长长的不可逾越的天堑。很难说这一刹是什么滋味。我按照臣子面见帝王的礼节，恭恭敬敬地行大礼，伏跪在地时才后知后觉。今年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。李仲策亲自来搀扶我起身，他神色复杂，叹了口气，祝贺，4年不见，你就和我这样生疏吗？我沉默片刻，才道，君臣有别。他笑骂了一句，那股陌生感才消失不见。正是多事之秋，来不及叙旧。我千里迢迢押送来的粮解了李仲策的燃眉之急，即刻钦点了人送往定州。我去拜访了皇后娘娘，好几年不见，她消瘦了一些，又刚失去与自己伉俪情深多年的夫君，与我没说几句话便睡了过去。静书守在她床榻边，一张秀净的小脸埋在毛茸茸的大氅毛领中，显得脸色有些白。来前李仲策同我说，他身体不是很好，总爱生病。他还认得我，我问了他几句近况，他便爬上我的膝盖，把脸埋在我肩膀上，闷闷的。我前2天想父皇就哭，皇兄跟我说，当年和姐姐也没有父亲，但他没见过你哭，你不难过吗？我笨拙地学着皇后娘娘当年哄我的样子抱着他，想破头也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他。人都会死，或许今天是身边的人，明天就是我，但这种事情对于孩子来说总是太残忍。我只好告诉他，都会难过的，只是我不在人前哭，不管谁不在了，难过完都要往前看的。静书5岁时便已经很聪明，9岁的他蜷缩在我怀里，懵懂地点了点头，隐隐知晓了死亡的意思。国丧期间，48部得知换了新君，一鼓作气想要拿下定州。为此，李仲策没睡过1日好觉，自上位后日召集众臣。京中前所未有的寂静，上下都吊着一口气，生怕定州守不住。我暂且留在了京城。这场仗一直打到次年开春，48部先熬不住了，被一路打回老家。定州短暂地缓了一口气，打了胜仗，但两边都损失惨重，仅仅一个冬天，赋税加了2成，冬日难熬，民生多艰。岑然在此战中立功封侯，他回来述职，策马过京城时，路有冻死骨，整个京城灰蒙蒙的，沿途见百姓脸色麻木，以至于时隔4年，我们重新聚在一起，谁也笑不出来。烈酒灌进嗓子里，才勉强让身体暖和一点。我们坐在长春宫院子里，不知道从哪个话头说起。岑然年岁最大，自认算半个哥哥，
先哄着静书回去睡觉，才重新坐回桌前，叹了口气。这种仗我再也不想打第二次了，活生生的人，一波又一波。回去找的时候，尸身都找不到，都跟土融在了一起。话落，他一连灌了好几口酒，好像要和这些苦难一起咽下去。我曾见过交战地的惨烈，不知如何安慰他，只好把桌上的点心推到他面前，至少赢了，可以缓口气。这晚说好不醉不归，实际上喝醉的只有我和岑然。李仲策杵着下巴，笑着看我们两个醉鬼抱头痛哭。这场仗彻底伤了元气。雪停了，开春的日头也暖和起来，我们都以为可以慢慢缓回来。我一直在京城，等到皇后娘娘从陛下过世的沉痛中缓过来，才回了晚泽。可定州大捷像是用光了所有运气，上天再也不曾眷顾我们。入夏后，外祖就发现了端倪，天上似乎一夜之间多了9个看不见的太阳。早上浇水，中午庄稼就粘在了地上，手碰到城墙都烫得一个哆嗦。放眼望去，遍地枯黄，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如雷电窜来，我打了个寒战。赤地千里，是大旱。外祖再也没睡过一个整觉，他爱民如子，在田里的时间比在家里还久。可即便如此，旱灾依旧像瘟疫一样迅速席卷，10万流民北上。我往京城送去无数信件，最终都石沉大海。等再听到李仲策的消息，是他下旨要向48部出兵。我成日在田里滚得灰头土脸，听到消息时脑子都没反应过来，不可能吧？晚泽是关内粮仓，自这儿往南往北100里都有旱灾，前年更打空了底子，现在他怎么可能出兵？这不是罔顾民生吗？这个词一出，我先一个机灵。前年外祖和我说，转告李仲策，晚泽已经给了力之所及的粮。我还笑他不了解，李仲策不会做这样的事。可现在事实明明白白放在眼前，我才渐渐回过味来。不一样，他养在京城，学的是为军之道，继位时甚至还没及冠，正是急需开疆拓土的年纪，在意的是江山，不是民生。我连夜入京，饶是晚上，也热得人出一身汗，屋里安安静静的，周遭的人都撤走了。李仲策穿着长服，坐在案几旁边，抬头笑了一下，你来了。虚假的平静很快被撕碎，我和他大吵了一架。长那么大，这是第一次真正吵红脸。他恶狠狠地揪着我的衣领，咬牙切齿。祝和，你太天真了，这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如你所愿的。现在不拿下48部，将来我们留下的全是隐患。10万流民北上，能有多少人能活过这个夏天？我不知道。今年连郡大旱，天子又穷兵黩武，粮仓里还有多少能匀出来救他们命的粮食？我也不敢想。这些流民已经逼近晚泽，若是没粮，让他们自己去山里刨食，哪怕是吃树根、挖虫子，为自己求一线生机都好。可偏偏一点生路都不给他们，我气得浑身都在颤抖，眼眶滚烫到几乎一眨眼，泪就要掉下来。胸腔里有一把火熊熊燃烧，我们靠得这样近，一同被这把大火烧灼，皮肉筋骨都发出嘎吱嘎吱的惨叫声，仿佛连魂魄都如有实质的剧烈哀嚎起来。我用力的喘息，好让自己的话从牙缝里蹦出来，就这么死死盯着他，一字一句。好一个天子，你开疆拓土，拿那么多人的命来填。他谋算多，他看得远，所以要不择手段的开疆拓土，打下48部，这是他们大人物唯一要做的事情。至于做这些事情，要让底下的人付出多少代价，死多少人，他都不在乎。名垂青史这4个字，多令人动摇。李仲策冷声道，只有打服了48部，才能有恢复民生之机，我必然要出兵。这些流民我救不了，你若执意要救，我帮不了。我推开他，已经精疲力竭，只觉得所有激烈的情绪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一捧冰冷的余烬。我闭上眼，我没办法看着他们死，我也不会支持你，人我要救，污水尽管往我身上泼。这10万条人命，他们不在乎，我在乎。他去成全他的大义，我去救我的人。他最后只叹了口气，祝和，朕是天子，你别让朕为难。屋外风声大作，吹开了窗，后半夜的风呼啸着灌进衣领里，我没有感觉到寒意，
才后知后觉自己的手早就冷得像冰。君臣有别，这几个字落在身上太重，我僵硬地扯了扯嘴角。陛下，史书功过都由我一人相抵，半点都不会沾染到您身上。说完，我站起身来往外走，没有回头。他也没有叫住我。来之前，我是有许多话要和他说的。我少时不识人间疾苦，后随外祖去晚泽。今年大旱，家畜都饿死了，千亩无收。我回程路上见一老农坐在田间，劝他避避日头。他不躲，也没什么反应，呆呆地问我：百姓颗粒无收，赤地千里，更有甚者一子而食，不知京都今可安否？我想起前些日子京中传来的书信说，万寿节热闹非凡，禁屠宰，半月不理刑名。文武百官朝贺献礼，凡身不能至者，皆设香案，向京都方向叩拜。纸醉金迷，声色犬马。于是我答：安之。老农站起来，拍了拍自己身上那些泥土，指缝间都是干裂的伤口，向地上纵横的土挤。他于烈日下骤然大笑，神色癫狂，笑得夸张，眼泪却从眼睛流淌到嘴里，像是要把前半生的苦都哭尽。安之，安之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猛地往前冲，一头撞在了石头上，血溅3尺。我茫然地站在原地，闻到顺着风飘来的血腥气。那是我离开京都后第一次知晓百姓2个字的重量。这些话我本想与他说，可李仲策一句朕是天子，将我所有话都堵了回去。晚则是关内粮仓，外祖告诉过我，去年提前囤的粮足够我们救流民。这次旱灾我们是守得住的，可等我抵达晚泽，却已经饿殍遍地。李仲策的圣旨比我更先一步到晚泽，他铁了心要打48步，要开疆拓土，做和他父皇一样的英雄，于是搬空了晚泽粮仓。外祖站在城墙上，眼睛里没了神采，一夜之间腰背佝偻。我想，人间炼狱不过如此。比晚泽死伤惨重的消息传得更快的是定州大败的消息。李仲策太心急，也太年轻，他不知道亏空的家底是打不赢的，只知道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时机，全然忘了48部是游牧民族，他们的长生天保佑了他们，而我们的天子放弃了我们。和李仲策大吵一架那天，我原本想这辈子应当都不会见他了。再次进京，不过短短3个月后。岑然之前说，那样惨烈的仗他不想再打第2次。可这人少时就是最讲义气的，他信我，也信李仲策，不曾有过怀疑。在前线闻声而动，就这么被李仲策送上了一去不回的绝路。被送回来的是他那杆无往不利的枪，他的头颅挂在枪尖上，眼睛都没有闭上。我正然坐在他棺木前，漫无目的想，尸身不全的人，不知道下了黄泉还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。李仲策是半夜来的，见到我在，没敢进门。我面无表情从他旁边离开，擦肩而过时，只问他一句话：你敢不敢去岑然哥面前说你不悔？他不敢。李仲策颓然跪倒在地，仿佛终于从一场噩梦中脱身，脸色惨白如纸。定州军中青黄不接，最后去的是外祖。他早不打仗了，而今为了收拾年轻人的烂摊子，喜欢种地的小老头又上了前线。外祖麾下的小将多出英豪，尽管我们私底下聚在一起骂李仲策是个狗皇帝，但上了战场没有孬种，一把又一把刀砍得卷了刃，最后夜里坐在篝火边的人越来越少。李仲策在后方几乎不眠不休往前线送粮，国力空虚，这些东西他要花多少心血才能送过来，我都不在乎了。深入草原腹地王帐，铁骑踏过他们可汗的头颅时，长生天脚下的花已经开了好几茬。外祖在溪边洗刀，回头看我正垂眼慢慢擦剑上的血，忽然笑了。李仲策那死小子，看吧，能逼诱人的从来不是什么天子，是民心。这场仗打到现在，筹措的军粮全是刚从大旱里缓过来的百姓一粒一粒攒出来的。我们有粮的时候就短暂的喘口气，没粮的时候就边打边抢48部的。我没好气，您老厉害，给48部这群蛮人打的都会写诗了。我们的兵现在倒成游牧民族了，追出这么远来。他哈哈大笑，没等我上前，他就笑着栽进了溪水里。
或许是我早已麻木，他走得无病无灾，是喜丧。只是受数于此，我没有想象中那样痛苦。仗打赢了，主将打没了，仓促中推了我上位。无形间，当年做了岑然半个徒弟的我，如今走上和他一样的路。回到京城，皇帝也要退位了。李仲策下了罪己诏，我没见到他最后一面。后来见了太后和长公主敬书，隐约知晓他或许是自裁。临行前传位于自己的弟弟，是一位格外勤勉的亲王。知人善用，最大的优点是肯采纳臣子的意见。我不知道要休养生息多久，才能让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焕发生机，但总相信我们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。待重整山河那天，晚则还会有翻滚的金色麦浪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